如果我们遇到不认识的字，会把偏旁去掉，就可以猜出来读音。我们平时也会通过偏旁来搜索不认识的字。今天来说偏旁。什么叫偏旁呢？汉字是可以拆开的，按照位置来拆。这些拆开的部分，汉字的上、下、左、右，这些部分就统称偏旁。根据这些位置呀，这些偏旁都有自己的名字。在上面就称为什么什么头，比如草字头。你看这个像不像草？横的这条线是地平线，两竖就是草。哦，我们有句话叫黄金有价，玉无价。这个宝盖头下面就是玉字，它被放在一个房子里。家这个字也是宝盖头，你看这上面像不像一个房子的屋顶？在下称为底，底这个字就是下面的意思，这是你的左边。在左称为旁，在右称为边。这两个字的记忆方法是这样的，旁边连起来的这两个字本来就是一个词，比如来坐我旁边吧，旁边。偏旁有什么作用呢？第一，搜索。知道了这个命名规则，在遇到不会读的字，就可以去搜索引擎打字问。一个草字头，下面一个什么什么字，这个草字头就是偏旁啦。第二，描述一个字。有的中国人介绍自己的名字会用偏旁来说，比如有些人姓刘，就说我姓刘，利刀刘。如果你听到我们通过偏旁描述一个字，就知道这个字怎么写啦。第三，猜字义。这种偏旁我们看一眼就知道这个字大概是什么意思。比如说这个草字头一般就和植物有关，比如花、草、莲、茶、药、瓶。你看这些字上面都有一个草字头，但这个规则不是绝对的。比如艺术的艺，节约的节，就和植物没什么关系。第四，猜字音。我们区分了偏旁，就可以通过偏旁之外的那个部分来猜测字音。化学元素周期表里的字，有些字我也不认识，但可以猜。你看左边这个字是金字旁，就是偏旁。右边的部分它单独来看也是一个字。如，这个右侧是如果的如字，它也读如。古，这个右侧呢是古老的古字，它就读古。只读字的一半，它是一个基本规则，不适用于全部的字，有例外的情况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常用的汉字有3500个左右，从这些字里提炼出148个常用偏旁。我举几个典型的例子吧。雨字头，雨，这个就和自然界的天气有关，比如雪、雷、露。女字旁就是女人，比如妈妈、奶奶、姐姐。这个是提手旁，就是手上的动作，比如打、提。这个是病字旁，就和疾病相关，比如疼，哎呀好疼啊。痒，这个是虫字旁，就是小动物，比如虾、蚂蚁、蝴蝶。
这个是身字旁，就和人的身体动作相关，比如躲，再比如躺。这个是足字旁，和脚的动作有关，跑、跳。这个是金字旁，就是金属，比如银、铜。皿字底就是用来盛放东西的器皿，比如盆、盒。刚才我提到的例子也跟猜读音一样，基本上是这个规则，不代表所有的情况。猜是会出错的，那怎么办？查字典才是正确的方法。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的字典，还有一个查字的网站，我觉得这个网站呀比较实用。这本书《尔雅》是中国第一部词典，它收录了古汉语词汇。这套书《说文解字》现在通行的版本一共有5册，主要记录了东汉以前汉字的形、音、义。现在出版的这套既保留了繁体，也写了简体。我们平时用的是这本新华字典，可以通过拼音或部首的方式来查不认识的字，有小小一本的，携带非常方便。这本字典里的内容就比较现代。还有一个更现代的网站推荐给你，我们有类似谷歌的搜索引擎百度，做搜索引擎的这家公司做了个类似维基百科的网站，搜一个词也有字的读音和用法。你看，比如我搜索骗字，有读音、字源演变，还有详细解释。比如这个词作为名词的时候是什么意思，还标注了英语的意思，后面是例句。另外，我正在准备下一个话题，是中国人口语中最常用的短句。对了，在这个视频里，我提到了中国人常用的输入法，因为输入法有智能补全的功能，可以节约一些时间。还有，如果上网搜索中文的发音， AI 会搞错这2个字，因为中文有变调的规则，我在这个视频里也讲过了。好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